3月了，很多地方都春回大地，可我的菜园依旧被冰雪覆盖。现在已经进入开春种植季前的准备期，育苗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到底是应该自己育苗还是直接买苗？我想在这里聊一聊我的看法，同时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相关的工具。我个人觉得自己育苗有利有弊，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而定。自己育苗最大的优势应该就是省钱了。以我过去3年的切身体会，早就了解自己打理家庭菜园绝对不会比直接去超市买菜省钱。忽略我付出的体力劳动不谈，就凭我追求的种植无公害无农药的蔬菜，就得在土壤、有机肥料、病虫防治、蔬菜轮作等各个方面把关。做好这些并不省钱，但我得到的是吃得新鲜、安心、放心，这太重要了。但在1年又1年乐此不疲重复这件费力又费钱的劳动里，相对而言，单单从蔬菜种植的源头育苗这一块来说，我们是有办法从中节省很大一笔费用的。自己育苗比起买苗可以省很多钱，特别是对种植规模不小的人而言。蔬菜种子的价格在2到5加币不等。去年开春，我种植了70个品种的蔬菜，不难算出我购买种子的花费。看起来不便宜，但其实一包种子可以用上好几年。我种植的鱼刺瓜、贵族南瓜、葫芦、西红柿、黄瓜、苦瓜、辣椒等等喜欢的品种，我都会自己留种子。这些种类的蔬菜留种子几乎不占用菜床的空间，可以说是零成本。这是一个贵族南瓜留下的种子，瓜照吃，种子还能继续种。这些种子够我种好几年了，还可以分享给周边的朋友，皆大欢喜。自己育苗能省钱只是一方面，但我最看重的是种子的品质。就像大家常常说的，赢在起跑线上，种子之间一定是有差别的。你看这个包装袋上特别注明种子不可以留种使用的字样，所以购买种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选择种子的时候，尽可能的选择有机种子或者传家宝种子，它们的品质有保障，种植过后还可以继续留种子来年使用。种子品种的选择总是比菜苗多得多，像我们每年必种的西红柿、辣椒、生菜、豆类等等，都有几十个品种可供选择。还有一些我们喜欢的蔬菜，比如红菜苔、冰菜、马子苋、鱼刺瓜、佛手瓜等等蔬菜，很难买到现成的菜苗，自己育苗就势在必行了。如果想提前种植，也需要自己育苗，等菜床里的冰解冻之后就可以开工了。我们可以通过自己育苗控制种植环境，使菜苗更加健康。比起直接去苗圃或者农场购买菜苗，室内育苗谈不上有多辛苦，但很琐碎，的确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一旦开始，就会有持续2到3个月的忙碌，我们需要做好思想准备。同时，室内育苗会占用很多的空间，我们也得好好规划一下，最好做到育苗和日常生活2不误。因为幼苗需要阳光，所以每年开始育苗的时候，我都会临时在这个光照好的窗前设立一个育苗台，尽可能的保持整洁。这里还是有一些技巧的，在后面谈到育苗工具的时候，我会一起介绍。如果育苗经验不足或者环境不够理想，自己育苗可能会导致植物生长不良，忙了半天，最后空忙一场，还得去苗圃买苗。遇到这种情况，心里一定是五味杂陈。很多人育苗失败之后，都有过下定决心不再育苗，改为直接买苗的经历，所以不断学习很重要。我从第1年蔬菜种植开始，就跟着身边的种植高手，还有网络上的那些种植达人学习室内育苗。那个时候完全是好奇，因为在那之前我对种菜一无所知，所以特别希望有机会观察一粒粒平淡无奇的种子到底是如何慢慢萌芽，直至长成我们心仪的蔬菜的。积累了过去3年的一些经验之后，现在对于室内育苗这件事俨然已成竹在胸。这都是我用过的种子包装袋，把它们留下来给来年选购时做参考。这些都是我手头上已有的种子，包括以前购买剩余的和自己留下的种子。在育苗之前，我会把手头上的所有种子进行一个统计和分类，哪些是今年计划种植的，哪些是需要购买补充的，做到心中有数。
一些售卖种子的商店从2月就开始把种子货架陈列出来了。我会从现在开始，把今年从开春到入秋需要种植蔬菜的种子全部准备就绪。自己育苗的确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对于忙碌的人而言可能不太合适，对于种植规模小的朋友也可以省去自己育苗的繁琐，直接去购买菜苗种植。当然，我们也可以采用自己育苗和买苗互补的方法。对于一些育苗难度大的和自己稀缺的菜苗，可以通过买苗极大丰富自己菜园的品种。这几年我都是采用这样的方式，绝大部分菜苗自己培育，1%-2%的菜苗通过买苗补充。我也因此配置了一些相关的工具，让育苗这个工作更方便、更容易成功。下面我就把我现在正在使用的、认为值得推荐的产品一一介绍给大家。我一直都是用育苗土来育苗，这样一大袋我1年都用不完。大家可以在 Home Depot、Canadian Tire、Walmart 这些有苗圃的商店找到育苗土。育苗土具有较好的通气性和保水性，可以提供适宜的水分和氧气供给，促进种子的发芽。它经过的消毒处理，可以减少病菌和虫害的发生，保障幼苗健康生长。育苗土质地松软，透气性好，幼苗方便移植，不会损伤根部，能提高成活率，促进生长。先把育苗土用水浇湿，搅拌一下，再装入育苗盒里。如果种子直接放入干燥的育苗土里，喷水后土很快就会下沉，种子就会浮到土上面，无法生长。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最好用湿润的育苗土。这些育苗盒是前年我在 Walmart 一次买了一大批，质量不错。我喜欢统一配套的工具，这样看起来整齐漂亮又方便收纳，买过一次可以用好几年，省时又方便。当然，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盒子可以再利用，比如酸奶盒、饮料杯、豆腐盒、水果盒等等。这种一次性的育苗袋很便宜，100个2-3加币，它的材质是可以降解的布织布，以后移植菜苗的时候可以直接放入菜床里。我在给莴笋和红菜苔育苗的时候，手一抖，种子就撒多了，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的幼苗来，我是既喜又愁。我把育苗土先用水凝湿，装入育苗袋里，再把幼苗移植进去。这活一点都不难，但的确需要一点耐心。我现在用的这个育苗袋是10×8厘米的，有点小，如果你有兴趣使用，建议尽量买大一些的。虽然我花了很长时间把这些幼苗分装到育苗袋里，不过畅想一下这些幼苗长成的情景，我还是挺开心的。如果你看过我拔莴笋的视频，就可以体会到我收获的快乐了。家庭蔬菜种植的过程很繁琐，但丰收的喜悦真的是金不换。收纳这些育苗袋的下面这个黑色盒子是去年在 Canadian Tire 买的，把育苗袋、育苗盒放进去可以分类，以后需要炼苗的时候搬进搬出很容易。最关键的是在给幼苗浇水的时候，可以直接将水倒入盒中，让水从底部渗透到育苗盒的土里，使菜苗尽可能的将根部向下伸展，这也是防止和改善高脚苗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很多人在浸种、泡种之后，会将种子放到家里暖和的地方，比如路由器、烤箱、微波炉等等。这个育苗店让我省事很多。我在开始种菜的第1年就买了。我通常会将种子用冷水浸泡24小时，然后用厨房纸巾包好，标注好各个品种的名称，放入保鲜盒。也可以直接在保鲜盒里将种子放到湿润的厨房纸巾上，盖子不要完全合上，留一点缝隙透气。将保鲜盒放到温暖的育苗垫上，如果种子或者厨房纸巾干燥了，要及时喷水补充，种子很快就会萌芽。把萌芽的种子种到育苗盒里，继续放到育苗垫上，它们会生长迅速。特别要注意的是，种子一旦破土而出，就马上让它离开育苗垫，否则菜苗会徒长成高脚苗。这个育苗灯我特别想推荐给大家。我们知道植物生长离不开阳光，我在这个窗边临时设置的这个育苗台虽然向阳，但因为窗外有一个阳台，幼苗能够接受阳光的照射时间远远不够，而且还隔着玻璃，所以菜苗很容易徒长。我最先买的是这样的一个育苗灯，虽然有所帮助，但功力不够，所以我又换了一个 LED 生长灯，它可以模仿阳光，为室内植物提供全光谱照射。
95%以上的光能可以被植物吸收，并且它非常节能。育苗灯的光谱、亮度和时间都会对植物的生长产生影响。使用育苗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灯管和菜苗应该保持30到40厘米的距离。等菜苗长高长大了，还需要及时调整灯的高度。每天让菜苗接受12小时的灯光照射，这样才能发挥这个育苗灯的作用。现在有了它，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刮风下雪，我都不用担心我的菜苗光照不足了。育苗之前需要了解你所在地区的最后一个霜冻日的时间，我们可以去这个网站输入邮编或者地址查询，根据最后一个霜冻日倒推，可以计算出每种蔬菜需要提前育苗的时间。比如这个罗勒需要在霜冻日结束之前6到8周开始育苗，所以我们这里3月就需要开始育苗了。有了育苗垫和育苗灯的助力，我的罗勒苗已经长得非常可爱了。我最先育苗的是佛手瓜，采用了取种子育苗的方法，就这样在佛手瓜的侧面用刀掰开，要非常小心，不要把种子弄破，然后种到土里，很快根须就长出来了。都说茄子很难出苗，我试了试，白茄子比黑茄子出苗要快。3月中，我开始给西红柿、丝瓜、鱼刺瓜、葫芦、苦瓜、西瓜、羊角蜜、各种生菜、羽衣甘蓝等蔬菜育苗。所有的种子我都是用水浸泡1天后，再放入保鲜盒里的湿润厨房纸巾上催芽。每天检查一下放在育苗垫上的保鲜盒，种子的芽露白了就种到土里。不同种子露白的时间各异，鱼刺瓜、葫芦都是我自己留的种子，发芽率100%。通常育苗是一个坑放1-2粒种子，但韭菜有些特别，我是把一小撮一小撮种子放在一起，这样出苗后它们会一束束的长出来。除了用种子育苗，我还准备了紫薯和日本小红薯，准备继续种番薯叶，加一点水把它们的底部浸泡，过了1周就有芽长出来了，还得浸泡一段时间，等更多的芽生长出来。去年我的番薯叶长得不错，希望今年可以再接再厉。今年我的室内育苗总体而言是这几年最好的，这得益于选择优良的种子、专门的育苗土、特别给力的育苗灯共同作用。希望我在这里分享的一点经验可以对大家有所帮助。后面会有我的菜园里最耀眼的南美人番茄种植经验介绍，我还会分享如何打造花园般的菜园，以及更多的蔬菜种植视频。我们下次见。